未婚夫从战场回来，不仅打了败仗，还残了一条腿，大好前途尽毁。我听从家族指令去退婚，眼前却忽然飘过一行字：女配糊涂啊，男主以后可是要当异姓王的，你现在退婚羞辱他，以后可是会被毁容丢进乞丐窝饿死的。好好的天湖开局，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，我被吓得半死，对上齐晨阴郁的眼眸，一句不提退婚的事，只对他嘘寒问暖。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，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我乃是沈家嫡女，我爹在朝廷里只是个七品小官，每个月除了初一和15去上朝之外，其余的日子都一门心思地琢磨着怎么攀附权贵往上爬呢。我呀，就成了他往上爬的最大的依仗。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，总算给我定下了一门极好的亲事，对方是当朝正2品齐大将军的嫡子，也就是我的未婚夫。这么讲吧，我爹在朝堂之上，连齐将军的脚后跟都瞧不见呢。可就因为这门亲事，下朝之后，我爹就能搂着齐将军的肩膀，称兄道弟，喊着亲家了。然而，就在昨天，这门美满的亲事出了岔子，齐将军战败的消息传进京城。与此同时，齐将军夫妇双殒命，齐晨还断了一条腿的消息也一并传了回来。这一下，我爹感觉天都要塌了。为了避免被齐家牵连，他催着我尽快去跟齐晨退婚。一个断了腿的残废，还想娶我女儿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叔叔啊，别伤心，等这阵风波过去，爹肯定给你找一门更好的亲事。我心里挺认同我爹的想法的，我可不想嫁给一个瘸子呀。于是第2天一大早，我就带着管家出门了，心里多少有点愧疚。我还让管家带上了一些滋补的药材。到了齐府，管家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来开门，一路走进去，偌大的齐府空空荡荡的，虽然还有人在，但是却透着一种衰败破落的景象。我正盘算着快点把事情办完，好赶回家吃中午饭呢，突然眼前飘过了一行字：女配真是蠢到家了，你现在要是退了婚，以后再想找个靠山可就没机会了。男主以后可是要成为唯一的异姓王的，你今天这样羞辱他，以后可是会被毁容，然后扔到乞丐窝里饿死的。这么好的开局，一手好牌被你打得稀巴烂，笨死了。我被吓得呆立在原地，心里正琢磨这些奇怪的字是怎么回事呢？一抬头就对上一双阴沉沉的眼睛。齐晨坐在屋檐下，身上穿着一身雪白的校服，原本英俊的脸庞消瘦的都能看见骨头了，紧紧抿着的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。他这么看着我，我感觉自己的身体都变得僵硬了。听到他问道：沈小姐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我后背凉飕飕的，就好像被一只凶猛的野兽盯着，下一秒就会被拧断脖子似的。齐晨坐在特制的椅子上，我还在纠结刚才看到的那些奇怪的字，不由自主的就说：我是来看你的。哦，看我做什么？来看看我有没有？我是来送药材的。我打断了齐晨的话，让管家把带来的药材拿过来。我指着地上大大小小的药材箱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对齐晨说：听闻你受了伤，不知道这些药材能不能派上用场，你先拿着用吧。家中还有事，我就不多留了，改日再来探望你。你要好好吃饭，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说完，我转身就匆匆离开了，一刻都不敢多待。我觉得自己肯定是撞上什么邪乎的东西了。从齐府回来之后，我委婉地问了问那天跟在我身边的人，结果除了我之外，其他人都没看到那些字。那些奇怪的字只在齐府出现过那一次，之后的几天都没再出现过，这可把我折腾得够呛。不过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，那些字里传达出来的意思实在是让人害怕，说不定就像话本里写的那样，这是上天赐给我的机遇呢。说做就做，当天晚上我就去找我爹了，说我不想退婚。我爹问我为什么，我就说我喜欢齐晨。总之，爹，除了齐晨，我谁都不嫁。然后我就被关进了祠堂。我爹站在门外愤怒地大喊：我这么聪明睿智的人，怎么生出你这么个糊涂蛋？你给我在里面好好反省。管家3天都不许给他饭吃，我怎么可能傻到真的被饿3天呢？第2天晚上我就跑了，从窗户翻出了祠堂，又翻墙出了沈府。出去之后就直奔齐府而去。齐府的管家把我带到齐晨面前的时候，我实在是饿得头晕眼花，支撑不住，一头就倒在了齐晨的怀里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2天中午了。齐晨守在床边，见我睁开眼睛，他略带疑惑地问道：大夫说你是饿晕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旁边有个小丫鬟端着一碟糕点，我抓起来就往嘴里塞。
吃了几块之后，才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。我擦了擦嘴，红着眼睛揪住齐晨的袖子，低着头，好像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一样。我爹说要退婚，我不同意，他就把我关进祠堂，不给我饭吃。齐晨愣了一下，放在膝盖上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。不同意退婚？为什么？现在的情况，退婚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将军府已经败落了，你爹也是为了你好。我听着，偷偷地看了他一眼。齐晨嘴上虽然这么说，但是眼睛里的凶狠几乎都要满溢出来了。我又低下头，继续可怜巴巴地说：不，我不这么认为。你我既然已经定下婚约，就应该同甘共苦。我是不会答应退婚的。齐晨沉默了好长时间，才轻飘飘地丢下一句：你好好休息，然后就走了。我马上让丫鬟给我准备了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，我就在齐府住下了。期间齐晨给我带来了家里的消息，沈伯父最近经常去宋尚书府上拜访，两人走得很近。我心里很清楚，他是打算和宋尚书府结亲呢。我叔妹从出生起就记在我娘名下，她和宋尚书的嫡子年龄差不多。齐晨看了看我，没有说话。我自己走过去，坐在他旁边，拽着他的袖子说：齐晨，我爹已经不要我了，我现在只有你了。齐晨没有动，他静静地坐着，脸上依旧很冷漠。但是我知道，以他现在的状况，只要没有拒绝我，那就是默认了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我就一直陪着齐晨治腿，这过程可真是折磨人啊。齐晨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，喜怒无常到了极点。从各地找来的那些名医，几乎全被他给骂跑了。总共来了10个大夫，其中9个都直接说齐晨的腿没法治了，就剩下一个，怕被骂，含含糊糊地说只能听天由命。齐晨把这些大夫都赶走之后，就一个人坐在屋子里，脑袋低垂着，头发披散开来，那模样就像个疯子似的。我推开门，端着药走进去，把药碗塞到他手里，对上他满是红血丝的眼睛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跟他讲：这天下的大夫多着呢，咱们就一个接着一个的看，这批不行就再看下一批，肯定能找到能治好你的大夫。齐晨，可别放弃呀！我紧紧地握住齐晨的手腕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然后仰头把药一口气灌了下去。说真的，对于齐晨的腿能好起来这件事，我可比他自己要有信心得多。齐晨以后可是要成为大雍朝唯一的异姓王的呀，就这么点腿伤，肯定能治好的。还真就像我想的那样，在一个极为普通的午后，有一位白胡子老头敲响了将军府的大门，说他能治好齐晨的腿。过了半个月，齐晨就真的能站起来了。齐晨站起来的那一刻，我高兴得差点哭出来，那种喜悦简直无法形容，没人能明白我到底有多开心。齐晨拿着手帕，一下一下的给我擦眼泪，动作特别温柔。我一把抢过手帕，狠狠地呼出一口气，哼，什么乞丐窝，谁爱去谁去，反正我是不会去的。齐晨的腿彻底好了之后，就跟我说他要出发去边疆打仗了，让我在府里等着他。在我心里，叔叔，你早就是我的妻子了，等我打了胜仗，立了军功，就风风光光的娶你进门。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。好，你就放心的去吧，我就在府里等着你大圣归来。齐晨笑着摸了摸我的脑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眼前又开始飘出那些熟悉的字，啧，还以为这个女配变聪明了呢，没想到还是这么笨啊。果然啊，女配就是女配，再怎么努力也成不了女主的。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在京城待着吧，我们男主要去战场上邂逅他真正的真命天女去喽。我赶忙把震惊的嘴巴合上，然后一把抱住齐晨的胳膊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齐晨笑了笑，很有耐心的跟我解释，战场上特别危险，而且我这次去是戴罪立功，条件更加艰难，我可不忍心让你去吃苦。叔叔，你就在府里安心的等我就好了。我不怕吃苦，我就想陪着你。我吸了吸鼻子，开始哭起来。伯母都能陪着伯父一起上战场，我也能。我可不想在府里什么都不知道，整天担惊受怕的过日子。我这话还真就说中了齐晨的心思，他叹了口气，把我揽进怀里，点头同意带我一起走了。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呢，齐晨就给我套上一身普通士兵的盔甲，然后带着我跟着大军一起出发了。一路出了京城，前面的将领们都骑着马，后面的士兵就只能步行前进。齐晨现在没有官职，齐将军不在了之后，他只能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入伍。好在还有不少齐将军以前的部下愿意跟着他，只要打一场胜仗，他就能平步青云了。可这也改变不了我和他得徒步走到边疆的牧城这个事实。出了京城之后，齐晨说要背着我走，我想了想后面还有那么长的路，就拒绝了他的提议。后来我实在是走不动了，被他强行搂到背上。
再后来，他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匹马，带着我一起骑马前行，一路晃晃悠悠的，终于在一个傍晚到达了牧城。普通士兵每天早上都要训练，我跟着训练了10几天之后，碰上蛮人来袭击，齐琛带着齐将军的就不立了头功，升了职，有了自己的帐篷，我也顺理成章的被他安排到身边做了副将。从这以后，我就不用早起训练了，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，醒了就有热乎乎的饭菜吃，吃饱了就去城里闲逛，帮学堂里的柳夫子带课，再帮买菜的徐大娘算算账，日子过得特别充实。随着一场又一场的战役，齐琛的职位越来越高，到后来我都不用再伪装身份穿男装了，可以用自己的真面目视人了。我本来以为我跟着到战场上来，怎么也能经历一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呢？比如说跟齐琛生死与共，给他挡个刀或者挡个剑的，混个救命之恩什么的，结果这些都没有发生。大军把蛮人防守得特别严密，就算是离战场最近的牧城，百姓的生活也很安稳。时间长了，我居然在学堂里当上了夫子。那位柳夫子年纪太大了，教了一辈子书，现在身体不行，起不来床了。在牧城，有学问的人特别少，柳夫子是唯一的先生。我爹别的不说，从小就给我请了各种各样的先生，我琴棋书画基本上都很精通，当个夫子是足够了。这一天吃完饭，齐琛抱着我在院子里看星星，边疆的天空真的特别美。明天军营里有演武比试，叔叔你要不要来看？我靠在他怀里，迷迷糊糊地回答，不了，明天还要教孩子们呢。齐琛点点头，抱着我站起来，把我送回我的屋子。我裹着被子翻了个身，看着齐琛关上门离开，刚想闭上眼睛，眼前就开始飘字了。大傻妞，教孩子什么时候不能教啊？你得去看齐琛比武啊。明天的演武就是男女主的初次见面，他们两个会打到最后，那场面简直是噼里啪啦火花带闪电，一下子就看对眼了。果然是青梅竹马，比不过天降啊！感情再深也敌不过命中注定，我好难过呀！男人果然都是靠不住的。我一下子就清醒了。演武是吧？那我必须得去。第二天天气特别好，我来到军营，齐琛的副官很热情地带着我往演武场走，还没靠近呢，就听到震天的叫好声和呼喊声。我走过去的时候，碰到的人都纷纷给我让路。沈夫子来了呀！正好齐小将军正在比试呢，您快去前面看，可精彩了。沈夫子，快来这边，这里有位置。我走过去站好，抬头往擂台上看，台上的两个人打得难解难分，其中一个是齐琛，另一个也是个年轻的将士，长得眉清目秀的，一身劲装穿在身上，抬腿出拳之间充满了活力。要不是那些奇怪的字提醒我，我根本就看不出来她也是个女的。齐琛和她打得不相上下，你刚压制住我，我马上就能反制，这一场切磋那叫一个精彩。我没有错过齐琛看向对面时那发亮的眼神，那种神采我从来都没有见过。我的心里堵得慌，没等到结束就走了。出来之后，我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也不知道该去哪里。我在河边坐了下来，看着远处的水面发呆，我的脑子乱成一团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乱，就是特别乱。突然砰的一声，有人跳进了河里，我坐的地方被树挡住了，那个人没有发现我。我愣了一下，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，就看到那个人解开衣服，露出了白皙的肩膀和微微起伏的胸口。我马上就反应过来这个人是谁了，松了口气的同时犹豫着要不要出声。就在我打算悄悄离开的时候，后面来了几个人，几个士兵勾肩搭背，笑着往河边走过来。水里的人慌了，如果这几个士兵过来了，他没时间走的话，就会被看个精光，一直隐藏的秘密也就会被大家知道了。我看到他的脸变得煞白，就起身走了出去。咦，沈夫子，您在这儿啊？齐将军刚刚还在找您呢。我站在路口挡住他们，笑着说，我有点闷，来这儿透透气。见我没有要让开的意思，几个人互相看了看，使了个眼色，然后说，那我们就不打扰沈夫子了。几个人转身就走了。河里的人也穿好衣服走了上来，他脸色有点尴尬，摸了摸头，先自我介绍说，刚才多谢沈姑娘了，我是骑兵营的夏生。我点了点头，夏生匆忙穿上的衣服几乎全身都湿透了，这个时候确实不是聊天的好时机。我们简单寒暄了几句，就各自分开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的心情已经轻松了不少。我心里想的是，就算齐琛真的喜欢上别人了，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最开始因为那些奇怪的字的影响才拒绝退婚，其实也就是怕以后真的会被毁容，然后被扔到乞丐窝里饿死。就以我和齐琛现在的关系，就算我和他真的退婚了，我也能全身而退。
半路上，我碰到了来找我的齐晨，看到我，他像是松了口气的样子，走过来牵住我的手。宋和说：“你来了演武场，昨天晚上不是说不来的吗？”我晃了晃他的手，当然是想来看看齐将军比武时的英姿啦。齐晨挑了挑眉，眼睛里带着笑，看起来很是得意。那你没来错，你家将军我拿了第1名，给你赢了一块好皮子。我点了点头，那多谢将军了，光嘴上谢可不行。回去的路上，齐晨说他明天晚上有空，让我陪他去逛城里的灯会。说完，他也不等我回答，就说这是谢礼，我不能拒绝。我也就没告诉他，明天学堂放假1天，我不光晚上有空，白天也有空。谢礼就谢礼吧。那天和夏生有了那次接触之后，过了几天，夏生就带了些礼物来找我，说是要好好谢谢我。临走的时候，夏生有点不好意思地拜托我，让我替他保守秘密。我点头答应了。军营里的日子，我刚来的时候体验过，又苦又累，特别不好过。夏生能在里面生存下来，还立了不少军功。说实话，我很佩服他，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个秘密在吧，我和夏生的来往变得越来越多。他会给我送一些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稀奇小玩意儿，我也会经常给他送一些补身体的汤。夏生的武艺在军营里是数1数2的，但他实在是太瘦了。就从那天我看到他跳进河里洗冷水澡这件事来看，这样下去对身体是不好的。一来二去的，我和他竟然成了好朋友，这可真是我没想到的。这一天，我给夏生送完汤回来，在院子门口碰到了齐晨。他一开始没有说话，抿着嘴角看着我，我有点莫名其妙，就主动开口问：“怎么站在门口不进去呀？”齐晨突然伸手把我搂过去，头埋在我的肩膀上，闷闷的声音传出来：“半个月之后，大军就要去攻打蛮夷的大本营了。等我打胜仗，立了头功，我们就回京城，到时候我们就能成亲了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没有说什么。你一定要以安全为重。齐晨似乎还有别的话想说，可是一直到进了院子，他轻轻放开我，转身就进了厨房，什么也没说。我眨眨眼，往厨房看了一眼，然后就去挖埋在树底下的果酒了。这酒是我跟着隔壁陈大娘学来的，在牧城啊，陈大娘酿的酒那可是一绝。我跟着她学，觉得自己酿出来的酒应该也不会差到哪儿去。总共酿了2坛酒呢，我打算跟齐晨喝1坛，另外1坛就给夏生送去，这样正好。大战的消息一传开，牧城的百姓就开始翻找自家地里种的菜，还有养的猪，然后送到军营里去。这些百姓啊，家里有儿子在军营的，也有丈夫在军营的，留在家里的都是些老弱妇孺。每次大战之前，军营里就变得特别热闹。我一路走来，看到很多亲人分别的场景，等走到夏生那里的时候，就显得冷清多了。他正在擦拭自己的长枪呢，看起来和平日没什么两样。我在外面叫了他一声，他抬头看到是我，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。叔叔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抬了抬胳膊，让他看到我怀里抱着的衣服。这一去路上就得半个月呢，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得多穿的厚实些。夏生愣了一下，然后双手接过我递过去的棉衣。我自己走进屋里，又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把里面的丝绸袋子拿出来。你束胸用的那个布条又硬又不透气，这是我找陈大娘换的，以后你用这个会舒服很多。夏生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，我把东西放好后就没再多停留。临走的时候跟他说，战场上刀剑可不长眼，军功虽然重要，但是不管怎样都要先保住自己的性命。等你回来，咱们在一起喝酒。夏生红着眼睛，用力地点了点头。很多年之后，夏生才简单地跟我透露了他的身世。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户家庭，他母亲生了3个女儿之后，才得了个儿子。为了养活这个儿子，他和他的2个姐姐就被卖到不同的地方去了。夏生被卖到了青楼里，那年他刚满15岁，拼死从青楼里逃了出来，一剪刀把头发剪了，把脸抹黑，就一头扎进了军营里。在我看来，军营里的生活又苦又累，可是夏生却说军营很好，只有在这儿他才能活下去，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。好在他咬牙坚持下来了，用自己的命给自己拼出了一条生路。回京城的时候已经是春天了，仗在冬天的时候就打完了，因为天气太冷，行军不方便，所以就在牧城过冬了。齐晨受了些伤，我就把他按在床上让他养伤，每天盯着他喝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齐晨和夏生在战场上可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。夏生还替齐晨挡了一箭呢，那支暗箭是朝着齐晨的心口射去的，如果不是夏生挡住了，齐晨恐怕就凶多吉少了。齐晨说话的时候紧紧地抱着我，我能感觉到他在害怕，我也伸手抱住了他。叔叔，
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差点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抓住蛮夷可汗之后，我问夏生为什么要替我挡剑，他说他怕我死了，你会伤心难过，他是因为你才替我挡下这一剑的。不管原因是什么，我齐晨都欠他一条命，我得好好活着，才不算辜负他。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还有你那副防备我的样子是怎么回事？我一把推开他的头，我去给夏生送药，你就在这儿好好躺着养伤吧。天气暖和起来之后，回京的事情就被提上日程了。齐晨这次打了大胜仗，生擒了蛮夷可汗，为大雍朝开疆拓土，这可是他父亲都没做到的事情。大军进京城的时候，太子带着百官在城门口迎接，百姓们都在道路两旁欢迎。齐晨进宫去了，我就回了齐府。刚坐下没多久，管家就急匆匆的来禀报，说我爹来了。我看到我爹的时候，他满脸红光，笑得嘴都合不拢了。我刚走进门，他就大步跨过来，拉着我的手不停地说，不愧是我的女儿啊，早就看准了齐晨不会倒，你现在可成了咱们家的大功臣了。我用力把手抽回来，爹，你赶紧给我准备嫁妆吧，我着急嫁人呢，这嫁妆可不能少了，要是少了，别人会说咱们家攀高枝的。瞎说，攀什么高枝？我女儿在齐晨还是个瘸腿的时候，就对他不离不弃，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女子啊？能娶到那是齐晨的福气。我忍了又忍，才勉强挤出一丝笑容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齐晨高升了，咱们家多少也不能太寒酸了，可不能让人家看笑话。爹，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。看着我爹走远的背影，我想了很多事情，比如说我之前看到的那些字提到的，我要是退婚的话，就会被齐晨记恨，然后被他毁容，最后被扔到乞丐窝里饿死。要是真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那时候我的家人会做什么呢？齐晨就算再记仇，也不会闲得没事干，盯着不许我爹去乞丐窝里给我送个馒头包子吧？我怎么可能就饿死了呢？再比如说，我跟着齐晨去边境，1年多都没有消息，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我爹一上来就说这些话，一句都没有问过我身体好不好，有没有受伤，有没有吃苦，一句都没有问过。虽然早就知道我爹很势利，但是到这个时候，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的冷漠。一直等到齐晨从宫里回来，我才又重新高兴起来。齐晨也特别高兴，他伸手一下子把我搂起来，抱着我在院子里转圈，笑着说，叔叔，我继承了我爹的爵位，我还跟陛下提起了咱们俩的事情，过不了几天，宫里的赐婚圣旨就会下来了，我终于能娶你了，我们就要成婚了。我被转得头晕，趴在齐晨的怀里，我知道齐晨得到这一刻的喜悦是多么不容易，好在苦尽甘来。齐晨说这几天赐婚圣旨就会下来，可是10几天过去了，宫里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齐晨已经开始带着手下的兄弟们去采买成亲需要的东西了，每天都是兴高采烈的出门。我就在屋子里绣嫁衣，已经嫁人的庶妹还专门抽空来帮我。闲聊的时候，我问她在夫家过得怎么样，她得意地笑着说，阿姐放心，我过得很好。我也就放心了。当初我爹看中的原本是宋尚书的嫡子，可是妹妹却看上了他家的二公子。当时我已经跑了，我爹手里就只有妹妹可以依靠了，就只能顺着他的意思。现在看来，他的选择是对的。我这个妹妹啊，从小就特别聪明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她能把那些人玩得团团转。绣嫁衣是个很费时间和精力的活，我绣了将近半个月，齐晨都快把府里的样子整个换了一遍。最明显的就是屋里屋外挂的红绸，到处都透着喜气。可是奇怪的是，那道赐婚圣旨却一直没有来。这一天，夏生约我去城外的寺庙上香，这座寺庙供奉的菩萨据说特别灵验。夏生回京的时候，论功行赏被封了官，也成了一个小将军了。他现在在齐晨手底下当值，别的不说，他们俩在公事上可是配合得很默契的搭档。齐晨有一天晚膳的时候跟我提起过，他在牧城的时候就有过把夏生调到自己手底下当副将的想法。这个我之前还不知道呢，我只知道在牧城的时候，夏生一直在骑兵营，没有给齐晨当过副将。我就这么把想法说了出来，齐晨就说，我当时和他比武的时候，特别欣赏他的身手，就想着要是手底下有这么一员猛将，回京的时间肯定能缩短不少。可是后来看着那小子总是对你献殷勤，我躲他还来不及呢，根本不想把他弄到眼皮子底下，让自己心烦。当时我愣了一下，原来比武的时候，齐晨看着夏生时那种发亮的眼神，是因为这个呀。给菩萨上香的时候，我本来想求很多事情的，最后却只许了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夏生、齐晨还有我们3个人都能平安顺遂。只希望菩萨不要因为我一次求3个人平安，就觉得我贪心，然后就不答应我了。下山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了一件危险的事情。
一群山匪正在追赶一辆马车，眼看着就要把那辆马车逼到悬崖边上了。夏生二话不说，直接拔剑朝着那群匪徒冲了过去。我则带着剩下的丫鬟侍卫去拉那辆已经快要掉下去的马车。车帘被风吹起来，车里坐着一位穿着华丽的小姐，她看起来被吓坏了，双手紧紧地抓着车窗，脸色惨白，红肿的眼睛里满是对死亡的恐惧。我心里有些不忍，就安慰她说：“别怕，我会把你拉上来的。”她朝着我用力地点了点头，眼泪不停地流下来。好在我带的人手比较多，慢慢的就把快要掉下去的马车拉回了地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眼前快速地飘过一些字：女配要是知道她救的是昭华公主，那个要跟她抢丈夫的人肯定会后悔的吧？那赐婚圣旨为什么一直不来呢？还不是因为皇帝看中了齐晨，想把公主嫁给他吗？呜呜，好不容易沈叔和齐晨回到京城可以成亲了，没想到又杀出一个公主，我磕的 CP 要逼了，好伤心啊！我愣了一下，但是并没有放开拉着马车的手。刚才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又能怎样呢？这可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！在牧城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生命是高于一切的。后来夏生已经把山匪都解决了，我这边也把马车彻底拉回了地面。我和夏生一起把马车里的小姐扶了下来，她断断续续地哭着向我们道谢。没过多久，就有一队骑着马的侍卫从山道上快速地跑了过来，领头的将领在小姐面前跪了下来：“属下救驾来迟，请公主恕罪。”昭华公主很快就被众人簇拥着离开了。在进城的路上，夏生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了很多话，其中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惊讶。他说他要娶我，我捂着嘴，看看他又看看自己，意思已经很明显了。生生，咱们都是女子，你怎么开始说胡话了？夏生红着脸摆手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有需要，我可以帮你。刚才那位是昭华公主，上次宫宴的时候，陛下就有意把公主许配给齐晨。他虽然拒绝了，但是陛下看起来明显没有死心。皇家的事情我们也没办法去质疑，但是有一点，如果齐晨辜负了你，我就把你接出来。我现在也有官职在身，有自己的府邸，可能没有在齐府过得舒服，但是我会尽我所能让你过上好日子。我看着他，心里的感觉特别复杂，有一种东西在我的心口满满的长着。我还没说话呢，眼前就开始快速地飘过一些字，虽然只是字，但是能感觉到他们很激动。他俩很早之前我就想说了，他俩超甜的。后面的内容逐渐变得有些露骨，还有些字被符号代替了，实在是让人看不太明白。我选择性地忽略了这些字，先感谢了夏生的好意。我想，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，这未尝不是一条退路。我一直都是个很会为自己打算的人，但是后面的发展却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。回去的第二天，昭华公主带着一群宫女太监，大张旗鼓地敲响了齐府的大门。她给我送来了很多华丽的布料和首饰，同时还带来了赐婚圣旨。回去之后，我从宫人的口中知道了你的身份，就去跟父皇求了这道赐婚圣旨。公主亲热地拉着我的手，把圣旨递给齐晨，仰着下巴看着他说：“沈小姐是本宫的救命恩人，你要是敢对她不好，本宫就让父皇把你贬到苦寒之地，一辈子都不许你回来。”我听着觉得有些哭笑不得，谁能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呢？公主离开的时候，高高兴兴地表示要来参加我的婚宴，还要送我出嫁。我点头答应了。经过这么多波折之后，我和齐晨的亲事终于定下来了，就在来年的3月。可是到了番年的2月中旬，边境传来了危急的消息，蛮夷新继位的汉王联合了北边的西蒙，凑了10万大军，正朝着牧城进军呢。蛮夷还派了使臣进京，要求大雍朝把之前夺回来的城池还回去，还要送一位公主去和亲，不然就要大军压境。两族前不久才打完一场大战，两边都损失惨重，按道理应该休养生息才对，可是蛮夷偏偏和西蒙结盟了。齐晨开始早出晚归，过了几天，他带回消息说，朝中大部分大臣都主张和亲，并且把打回来的城池还回去。齐晨气得不行，之前那场仗赢得有多么不容易，我可是都看在眼里的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那可是用大军无数人的血肉换来的胜仗啊！可是现在不但要把城池还回去，还要送一位公主过去，而现在皇家就只有昭华公主这么一位适龄的公主。过了几天，宫里的太监来传话，说昭华公主约我去游玩。自从那次从山匪手里救下昭华公主之后，我和她就渐渐成了好朋友，又因为我们都是女子，昭华公主经常约我一起聚会。不过这次相聚氛围可没有之前那么轻松了。
我和他去了郊外半山腰的一个山坡上，这里的风景特别好，是我们偶然发现的一个好地方。我们坐在铺着毯子的草地上，昭华公主笑着朝我举起酒杯，然后仰头把酒喝光了。她看着山脚下不远处的京城，嘴角扯出一丝苦笑。这么美的风景，以后可能就看不到了。朝中的消息是瞒不过她的，她脸上带着被酒熏红的颜色，蹭到我身边抱着我。作为公主，我很早就接受了自己的使命，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。用我一个人换大雍朝100年的和平，让百姓不受战乱之苦，很值得。她说着，把头埋进我的怀里，闷闷地说：“可惜，我不能送你出嫁了。明明都说好了的，我却要食言了。”我紧紧地闭上眼睛，怕眼泪流出来。晚上回到府里，我拉着齐晨问他，如果要打仗的话，我们有多少胜算？齐晨并没有奇怪我为什么会这么问，他抱着我坐下来，认真地回答我：6成。如果我当主将，再加上夏生做副将的话，可以有8成。我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听到他又说：“陛下年纪大了，被那些文官忽悠的胆子都变小了，他不同意出兵，这怎么能？难道就只能和亲了吗？昭华公主的命还是我就回来的呢？打呀！”那群蛮夷本来就狼子野心，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吞并我们，什么和亲还城池，都只是他们的拖延之计。女儿啊，你可别糊涂，昭华公主被送过去，只会被那些蛮人折磨死。我看着这些只有我自己能看到的字，耳边回响着自己急促的心跳声，紧紧抓住齐晨的胳膊，第一次在他面前露出了我一直隐藏着的一面。我说：“齐晨，太子已经长大成人了，陛下年老体弱，太子一直是支持出兵的。这些消息是我那个已经成为尚书夫人的妹妹告诉我的，她的夫君是太子党。”这一夜我一夜没睡，一直在等出府的齐晨回来，直到天亮了，齐晨才回来，同时也带回来了好消息。很快，皇帝病重，太子开始监国，那些不愿意打仗的官员被太子拉出去几个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砍了头。从那以后，就再也没有人敢乱说话了。齐晨被封为镇国大将军，率领大军出征。出征那天，我和昭华公主一起站在城墙上，看着他们离开。这场仗打了很久，期间粮草不够的时候，昭华公主提着剑去拜访了很多权贵人家，把剑架在他们的脖子上，让他们出钱。我就跟在她后面，带着一群工人去搬那些大臣们抬出来的金银珠宝。又过了2个冬天，边境传来了捷报，我和齐晨大婚的那天，婚宴现场热闹非凡。昭华公主和夏生一起送我出嫁，夏生已经恢复了女儿身，她现在可是本朝唯一的女将军呢。婚后1年，我生了个女儿，夏生和昭华公主都想当孩子的干娘，他俩争得面红耳赤的。我一边拉架一边说可以让2个人都当干娘。夏生仗着自己身手好，已经把孩子抢过去抱在怀里逗弄了。昭华公主在后面追着骂，我摇摇头，看见齐晨冲我使眼色，我俩就悄悄避开人，去了别处讨清闲。